苏婉清的拳头重重砸在田建磊脸上，年轻男人完全没有防备，被打得鼻血直流，踉跄后退好几步，捂着鼻子愤怒地瞪着他：“你疯了？敢打我？开心吗？”苏婉清冷冷地看着他，声音里没有一丝温度。田老爷子猛地站起身：“苏婉清，你翻了天了！建磊是你小叔，你怎么敢打他？兄弟间打打闹闹很正常。爸，您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？”李桂花吓得脸色发白：“婉清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？”田建磊擦掉鼻血，眼中闪过一丝恶毒的光芒：“你这个泼妇，我告诉你，你完了！”他掏出手机，愤怒地按下了一个号码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苏婉清嫁到田家的时候，田小宝才刚刚1岁，那时候他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，以为自己会在这个农村家庭里过上安稳的日子。田志远是个老实人，在镇上的建筑队干活，虽然挣钱不多，但好歹有个稳定收入。田老爷子和李桂花看起来也挺和善，特别是李桂花，总是笑眯眯地拉着苏婉清的手说：“婉清啊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，有什么事尽管说。”那时候田建磊还在县里的技校读书，1个月才回家一次。苏婉清对这个小叔的印象还算不错，长得挺精神，话也不多，每次回家都会给小宝带点小零食。但这种和谐的表象很快就破碎了。田建磊从技校毕业后，没有像家人期望的那样去找工作，而是整天待在家里。起初田老爷子还会催促他，让他出去找事做，但田建磊总是有各种理由推脱。现在工作不好找，我再看看。那个工厂太累了，工资又少。我朋友说有更好的机会，让我等等。渐渐的，田老爷子也不再催促了，毕竟这是他40岁时意外得来的儿子，从小就当宝贝疙瘩养着，舍不得让他受一点委屈。田建磊在家的日子越来越自在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起床就是玩手机，不是刷视频就是打游戏。家里的农活他从不参与，连自己的衣服都不洗，全部丢给李桂花。苏婉清看在眼里，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但她是个识大体的人，知道自己不该多管闲事。毕竟田建磊是丈夫的弟弟，长辈都不说什么，她一个儿媳妇更不好多嘴。真正让苏婉清感到不安的是田建磊对田小宝的态度。田小宝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，白天的时候总喜欢在院子里跑来跑去。有时候田建磊在客厅玩手机，小宝跑过去想要跟叔叔玩，田建磊就会不耐烦地推开他：“去，一边玩去，别打扰我。”小宝被推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但他不敢哭，只是委屈地看着叔叔。苏婉清每次看到这种情况，都会赶紧过去抱起儿子，温声细语地哄着。他想过要说田建磊几句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田老爷子总是护着小儿子，说什么建磊还年轻，不懂得哄孩子，男孩子就要皮实一点，不能太娇惯。更让苏婉清头疼的是，田建磊经常抢小宝的玩具。那天下午，小宝正在客厅里玩一辆小汽车，玩得正开心。田建磊从房间里出来，看到那辆颜色鲜艳的小汽车，突然来了兴趣：“这车不错，给我玩玩。”说着就伸手去抢。小宝紧紧抱着小汽车：“叔叔，这是我的，给我玩一下怎么了？”田建磊用力一拽，小宝没抓稳，小汽车被抢走了。小宝急得哭了起来：“妈妈，叔叔抢我玩具！”
苏婉清从厨房跑出来，看到儿子在哭，田建磊正拿着小汽车左看右看。建磊，那是小宝的玩具，你还给他吧。苏婉清小心翼翼地说道。玩具又不会坏，让我看看怎么了。田建磊根本不当回事，继续摆弄着小汽车。这时田老爷子走过来，小宝，叔叔就是看看，一会儿就还给你。男孩子要大度一点，不能这么小气。苏婉清想要说什么，但看到田老爷子的表情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。他抱起还在抽泣的儿子，回到了厨房。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，田建磊抢小宝的零食，占用小宝的位置看电视，甚至把小宝从秋千上推下来自己玩。每一次，田老爷子都会站在田建磊一边，说什么兄弟间玩闹很正常，叔叔疼侄子是应该的。苏婉清越来越感到压抑，他不是没有想过反抗，但田志远常年在外打工，一年只回家2次，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在这个家里没有什么话语权。田志远第一次回家的时候，苏婉清本想跟他说说田建磊的事情，但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田老爷子抢走了。志远啊，建磊现在在家帮忙照顾小宝，可省了婉清不少心。你看小宝跟他叔叔多亲，田建磊也很会表演，在田志远面前对小宝表现得格外亲热，又是买零食，又是陪着玩，把小宝哄得开开心心。田志远看到这种情况，心里很高兴。建磊，谢谢你帮忙照顾小宝，哥哥在外面打工不容易，家里就靠你了。苏婉清想要说什么，但看到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，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。他告诉自己，也许是自己太敏感了，也许田建磊真的是在照顾小宝，但这种自我安慰很快就被现实粉碎了。田志远离开后的第2天，田建磊就恢复了本性，这次更过分，他不仅抢小宝的玩具，还故意弄坏了小宝最喜欢的一个变形金刚。叔叔，你把我的变形金刚弄坏了。小宝拿着断了胳膊的变形金刚，眼泪汪汪地看着田建磊，一个破玩具而已，坏了就坏了。田建磊毫不在意地说道，可是这是爸爸给我买的。小宝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你爸又不在家，哭给谁看？田建磊冷冷地说道。小宝终于忍不住，大声哭了起来。苏婉清听到哭声，赶紧跑过来，看到断裂的变形金刚，心疼得不得了。建磊，你怎么能弄坏小宝的玩具？苏婉清终于忍不住了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玩具本来就容易坏。田建磊理直气壮地说道。那也不能。苏婉清还想说什么，田老爷子就走了过来。婉清，不就是个玩具吗？坏了再买一个就是了。建磊也不是故意的，你别小题大做。李桂花也在一旁帮腔，就是啊，婉清。建磊也是心疼他的手机，男孩子皮实着呢，打一下没事的。苏婉清看着田老爷子偏袒的样子，心里涌起一阵无力感。他抱起还在哭泣的儿子，默默地回到了房间。从那以后，苏婉清更加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儿子，尽量不让他和田建磊单独相处。但这个家就这么大，总有防不胜防的时候。春节期间，田志远回家过年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包饺子，气氛很和睦。田小宝也很兴奋，围着爸爸转来转去。小宝，爸爸给你带了新玩具。田志远从行李箱里拿出一辆遥控汽车，小宝高兴得手舞足蹈。爸爸，我可以现在就玩吗？当然可以。田志远帮着装好电池，小宝就在客厅里开始遥控汽车满地跑。田建磊在一旁看着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嫉妒。他从小到大都是家里的宝贝，现在有了这个侄子，
感觉父母的注意力都被分走了。建磊，你也来玩玩。田志远注意到弟弟的表情，主动递过遥控器。不用了，小孩子的玩具。田建磊嘴上这么说，但眼神还是盯着那辆遥控汽车。晚上吃年夜饭的时候，田老爷子特意给田建磊加了很多菜，还给了他一个大红包。田建磊心情好了一些，但对小宝还是爱理不理的。年初三，田志远又要回城里干活了。临走前，他拉着苏婉清的手说：“婉清，家里就辛苦你了。建磊虽然年轻，但心地善良，有什么事你可以找他帮忙。”苏婉清点点头，没有说什么。她知道丈夫对这个家庭的期望，也知道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。田志远走后，田建磊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。这次他不仅对小宝冷淡，甚至开始故意欺负他。那天上午，小宝在院子里玩那辆遥控汽车，玩得正开心。田建磊从房间里出来，看到小宝玩得这么高兴，心里就来气，天天就知道玩，吵死了。田建磊走过去，一脚踩在遥控汽车上，小宝吓坏了：“叔叔，你别踩我的车，我就踩了，你能怎么样？”田建磊不仅没有移开脚，反而用力碾了几下，遥控汽车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，明显是坏了。小宝急得哭了起来：“叔叔，这是爸爸给我买的，你还给我，都踩坏了，还怎么还？”田建磊冷笑着说道。苏婉清听到哭声跑出来，看到被踩坏的遥控汽车，心疼得不得了。这是田志远特意给儿子买的，现在就这么被毁了。建磊，你怎么能这样做？苏婉清终于忍不住了，声音里带着愤怒：“怎么了？不就是个破玩具吗？”田建磊满不在乎地说道：“这是志远给小宝买的，你怎么能随便弄坏？我哥给他买的又怎么样？我是他叔叔，教训他一下不行吗？”苏婉清气得浑身发抖：“教训他才4岁，你教训他什么？教训他不要太娇气。”田建磊理直气壮地说道。这时田老爷子走了过来，看到这个情况，不仅没有责怪田建磊，反而说：“婉清，建磊说得对，小宝确实太娇气了，男孩子就要吃点苦，不能总是娇惯着。”苏婉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爸，小宝才4岁，4岁怎么了？我们那个年代，4岁的孩子都能帮家里干活了，现在的孩子就是太娇惯，一点苦都吃不了。”李桂花也在一旁帮腔：“就是啊，婉清，建磊也是为了小宝好，男孩子要从小就培养坚强的性格。”苏婉清看着这一家人颠倒黑白的样子，心里涌起一阵绝望。她抱起还在哭泣的儿子，一言不发地回到了房间。从那以后，苏婉清更加小心地保护着儿子，她尽量不让小宝一个人待在客厅，总是把他带在身边。做饭的时候让他在厨房里玩，洗衣服的时候让他在院子里，睡觉的时候也让他睡在自己身边。但田建磊似乎把欺负小宝当成了一种乐趣，每当苏婉清不在身边的时候，他就会想方设法地欺负小宝。有一次，苏婉清去村里的小卖部买东西，让小宝在家里等着。他前脚刚走，田建磊就开始了他的恶作剧：“小宝，过来，叔叔教你玩一个游戏。”小宝本能地感到害怕，但又不敢违抗叔叔的话，只好慢慢走过去，伸出手来。田建磊命令道：“小宝乖乖伸出小手。”田建磊突然用力一弹，弹在小宝的手背上。啊！小宝疼得叫了一声，赶紧把手缩回来，别动，这是游戏规则。田建磊继续弹着小宝的手背，每一下都很用力。小宝疼得眼泪直流，但不敢哭出声，怕被叔叔骂。苏婉清回来的时候，
看到儿子坐在角落里抽泣，小手背上有明显的红印。小宝，怎么了？苏婉清心疼地抱起儿子，妈妈，手疼。小宝委屈地伸出小手。苏婉清看到儿子手背上的红印，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他怒气冲冲地走向田建磊：“你又欺负小宝了，我跟他玩游戏呢，你紧张什么？”田建磊毫不在意地说道：“什么游戏？把孩子弄哭了？男孩子哭一下怎么了？你看你把他惯成什么样子了，一点小事就哭。”苏婉清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他想要理论，但知道没有用。在这个家里，田建磊做什么都是对的，而他就是个外人。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苏婉清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。她开始考虑要不要带着儿子离开这个家，但又不知道能去哪里。她的娘家在外地，父母年纪也大了，不可能长期投靠，而且她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带着一个4岁的孩子，日子会很难过。最重要的是，她不想破坏这个家庭。田志远虽然软弱，但对她和儿子还是很好的。如果他带着儿子离开，田志远会很痛苦，田老爷子和李桂花也会怪他不懂事。于是他选择了继续忍耐，希望事情会慢慢好转。时间转眼到了秋天，田小宝已经4岁半了，变得更加活泼可爱。他开始学会了很多字，经常拿着图画书缠着妈妈给他讲故事。苏婉清很珍惜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光，每天晚上她都会给小宝讲故事，教他认字，陪他玩各种游戏。在这些时候，她暂时忘记了家里的烦恼，全身心地享受着母子之间的温情。田建磊看到这种温馨的场面，心里更加不舒服。他觉得苏婉清太宠爱小宝了，这样下去，小宝会变得更加娇气。于是他开始想方设法地阻挠。每当苏婉清给小宝讲故事的时候，田建磊就故意在旁边大声看电视，或者打开音箱听音乐。建磊，声音小一点好吗？我在给小宝讲故事。苏婉清小心翼翼地请求道：“我在我自己家里，为什么要小声？”田建磊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可是小宝听不清故事了，那就别讲了。天天讲故事有什么用？又不能当饭吃。”苏婉清无奈，只好带着小宝回到房间里讲，但房间很小，而且隔音不好，田建磊的声音还是能传进来。小宝听不清妈妈讲的故事，急得直跺脚。妈妈，叔叔的声音太大了。没关系，宝贝，我们小声一点讲。苏婉清只能这样安慰儿子。除了干扰讲故事，田建磊还会故意在小宝玩耍的时候捣乱。小宝在院子里玩积木，田建磊走过去就是一脚，把搭好的积木踢散。小宝在客厅里画画，田建磊故意从他身边经过，不小心撞翻他的水彩笔。每一次，苏婉清都会出来收拾残局，重新整理小宝的玩具，安慰他的情绪。而田建磊总是一副无辜的样子，说什么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小孩子的东西本来就容易坏。田老爷子和李桂花对这些视而不见，甚至还会责怪苏婉清小题大做，太敏感了。这一天，苏婉清正在厨房做午饭，小宝在客厅里安静地玩积木。他用各种颜色的积木搭了一座漂亮的城堡，正准备叫妈妈过来看。田建磊刚刚从床上爬起来，心情很烦躁。昨天晚上他打游戏到很晚，输了不少钱，正在气头上。看到客厅地上散乱的积木，田建磊更加烦躁了，到处乱放东西，看着就烦。他一脚踢向积木城堡。小宝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搭建的城堡被踢散，积木飞得到处都是，他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叔叔，
你为什么要踢我的城堡？小宝哭着问道。占地方，看着烦。田建磊没有一丝歉意。苏婉清听到儿子的哭声，急忙从厨房跑出来，看到满地的积木和哭泣的儿子，他的心瞬间碎了。建磊，小宝搭积木又没有妨碍你，你为什么要踢散？苏婉清强忍着愤怒说道。妨碍我走路了，不行吗？田建磊理直气壮。可是客厅这么大，你完全可以绕过去。我为什么要绕过去？这是我家，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。苏婉清看着田建磊嚣张的样子，又看看地上哭泣的儿子，心里很难受，但他还是努力控制着自己，蹲下来收拾积木，安慰儿子：没关系，宝贝，我们重新搭一个更漂亮的。小宝抽泣着点点头，开始帮妈妈收拾积木。田建磊看到这母子俩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心里突然有种莫名的快感。他发现欺负这对母子能让他找到一种控制感，一种在这个家里的存在感。从这天开始，田建磊的行为变得更加恶劣。秋天很快过去了，冬天来临了。田小宝感冒了好几次，每次苏婉清都要细心照料，又是熬药，又是测体温。有一次小宝发高烧，苏婉清急得不行，想要带他去镇上的卫生院，但田老爷子说大冬天的跑医院太折腾，让他在家里给孩子吃点退烧药就行了。苏婉清不敢违背公公的意思，只好在家里照料。他一整夜没有合眼，每隔半小时就给儿子测一次体温，用温水给他擦身降温。第二天早上，小宝的烧终于退了，苏婉清松了一口气，但人也累得不行。田建磊看到苏婉清熬红了眼睛的样子，不仅没有一丝同情，反而冷嘲热讽，就是个感冒而已，用得着这么紧张吗？你看把自己累成什么样了。小宝还小，抵抗力弱，当然要小心一点。苏婉清疲惫地说道。我小时候感冒了，我妈可没这么紧张过。田建磊继续挖苦。苏婉清不想跟他争论，抱着儿子回房间休息了。春节又到了，田志远回家过年，这次他带回来的礼物更丰富，除了给小宝买了新玩具，还给苏婉清买了一条围巾，给田老爷子和李桂花买了保健品。田建磊也有礼物，是一部新手机。田志远解释说，建磊，你的旧手机太老了，这部新的你拿着用。田建磊接过手机，脸上露出了少见的笑容。谢谢哥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田志远拍拍弟弟的肩膀。春节期间，田建磊的表现比平时好了一些。在田志远面前，他对小宝还算客气，偶尔还会主动陪小宝玩一会儿。苏婉清看到这种情况，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。也许田建磊真的在慢慢成熟，也许以后的日子会好一些。但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。田志远刚走，田建磊就恢复了本性，而且因为有了新手机，他变得更加沉迷于网络世界，脾气也变得更加暴躁。新手机的游戏功能很强大，田建磊整天抱着手机打游戏。他加入了一些游戏群，经常和网友聊天，有时候还会花钱买游戏装备。李桂花给他的零花钱根本不够花，田建磊就开始向父母要更多的钱。起初田老爷子还会问他要钱干什么，田建磊就说要买衣服，要和朋友聚会，各种理由。渐渐的，田老爷子也不再细问了，只要田建磊开口要钱，他都会给。有时候钱不够，他还会让李桂花从私房钱里拿。苏婉清看在眼里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田志远在外面辛苦打工，寄回来的钱本来就不多，除了家庭开支，
剩下的应该存起来给小宝将来上学用。现在大部分都被田建磊花掉了，这样下去怎么行？但他不敢说什么，毕竟那是田建磊的父母给他的钱，他一个儿媳妇没有资格管。那天下午，苏婉清在院子里晾衣服，小宝在客厅里玩积木。突然，他听到儿子的哭声，赶紧跑进去看，只见田建磊正抓着小宝的手臂，用力摇晃着。我让你别哭，听到没有？小宝被摇得头晕眼花，哭得更厉害了。建磊，你在干什么？苏婉清冲过去抱住儿子，这小子把我的手机碰掉了，屏幕摔出了裂纹。田建磊愤怒地说道。苏婉清检查了一下儿子的手臂，发现有明显的红印，心疼得不得了。就算他碰到了你的手机，你也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孩子。苏婉清愤怒地说道。他弄坏我东西，我为什么不能教训他？田建磊理直气壮。他才4岁，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就可以不负责任吗？苏婉清看着田建磊蛮不讲理的样子，心里很难受，但他还是什么都没说，抱着儿子回到了房间。那天晚上，小宝睡觉的时候一直在哭，苏婉清哄了很久，才让他安静下来。妈妈，我以后不玩了，好不好？小宝抽泣着说道。为什么不玩了？苏婉清心疼地问。我怕又碰到叔叔的东西，叔叔会生气。听到儿子这样说，苏婉清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一个4岁的孩子，本该天真烂漫的玩耍，现在却要小心翼翼的生活，生怕惹怒大人。这样的童年，还有什么快乐可言？苏婉清轻轻拍着儿子的背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时间来到了今年秋天，小宝马上要5岁了。苏婉清开始考虑让他上幼儿园的事情。镇上有一家不错的幼儿园，学费虽然有点贵，但教学质量很好。苏婉清偷偷算了一下家里的积蓄，如果省一点的话，应该够小宝上幼儿园的费用。他想等田志远回家的时候跟他商量这件事，但田建磊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这个消息，开始在家里大吵大闹。上什么幼儿园？浪费钱！我小时候哪有什么幼儿园，还不是好好长大了。田老爷子听了田建磊的话，也开始犹豫。婉清，小宝还小，在家里再待2年也没关系。爸，小宝已经快5岁了，应该接受正规的教育。苏婉清据理力争。我看就是你想偷懒，不愿意带孩子了。田建磊冷嘲热讽。我是为了小宝的将来着想。什么将来？能有什么将来？农村的孩子长大了还不是要出去打工？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苏婉清听到这话，心里涌起一阵悲凉。她不想让儿子重复丈夫的道路，不想让他长大后也要背井离乡去打工。她希望儿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将来有更多的选择。但在这个家里，他的想法得不到支持。田老爷子和李桂花都觉得花钱让孩子上幼儿园是浪费，田建磊更是百般阻挠。几天后，田志远回家了。苏婉清本以为丈夫会支持她的想法，但田志远听了家人的意见后，也开始犹豫。婉清，要不我们再等2年，小宝上小学也不迟。志远，别的孩子都在上幼儿园，小宝不能落后。苏婉清恳切地说道。可是幼儿园的学费确实不便宜。田志远为难地说道。我们可以省一点，把钱存起来给小宝上学。这时田建磊插话了。存什么钱？我的手机都用了1年多了，该换新的了。苏婉清瞪着田建磊。小宝的教育更重要。什么教育？5岁的孩子能学什么？就是去幼儿园玩玩而已。田建磊不屑地说道。田老爷子也在一旁帮腔。
建磊说的对，小宝还太小，等大一点再说吧。最终，关于小宝上幼儿园的事情被搁置了。苏婉清心里很失望，但也无可奈何。田志远走后，田建磊的态度变得更加恶劣。他好像知道苏婉清想让小宝上幼儿园是为了远离他，于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欺负小宝。这天上午，苏婉清在厨房准备午饭，田小宝在客厅里安静地玩着积木。他正在搭建一座小城堡，专注地挑选着合适的积木块。田建磊睡到快中午才起床，昨晚他又打游戏到很晚，心情很不好。看到客厅地上散落的积木，他的火气瞬间上来了，到处乱放东西，烦死了！田建磊一脚踢向积木堆，小宝吓得缩了一下，但还是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叔叔，我马上就收拾好。”马上？为什么不现在就收拾？田建磊恶狠狠地瞪着侄子。小宝赶紧开始收拾积木，但动作有点慌乱，一不小心碰到了田建磊正在充电的手机，手机从茶几上滑落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屏幕出现了明显的裂纹。田建磊看到这一幕，瞬间暴怒：“你这个小兔崽子，弄坏我手机了！”说着，他一巴掌重重地扇在小宝脸上，啪！清脆的耳光声在客厅里响起，小宝被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左脸上立刻出现了5个清晰的手指印。小宝愣了1秒，然后爆发出震天的哭声。苏婉清听到这巴掌声和儿子的哭声，手里的锅铲差点掉在地上，他急忙关掉火，冲到客厅，看到儿子坐在地上哭泣，脸上那鲜红的巴掌印如此醒目，苏婉清的心瞬间碎了。建磊，你怎么能打小宝？苏婉清心疼地抱起儿子，声音里带着愤怒和颤抖。他弄坏我手机，我为什么不能打？田建磊理直气壮，丝毫没有悔意。他还是个孩子，而且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就不用负责任吗？这手机2000多块钱，你们赔得起吗？这时田老爷子和李桂花闻声而来，看到这个情况，怎么回事？田老爷子问道。小宝弄坏了建磊的手机，建磊教训了他一下。李桂花赶紧解释。田老爷子看了看田建磊手里破碎的手机，又看了看小宝脸上的手印，不仅没有责怪田建磊，反而说道：“婉清，你看好小宝，别让他乱碰东西。建磊的手机确实贵，小孩子不懂轻重。”苏婉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爸，是建磊打了小宝，不是小宝的错。兄弟间打打闹闹很正常，你别小题大做。田老爷子摆摆手，语气里带着不耐烦。李桂花也在一旁附和：“就是啊，婉清，男孩子皮实着呢，打一下没事的。”建磊也是心疼他的手机。田建磊看到父母都站在自己一边，更加得意了。苏婉清，你听到了吧？我是他叔叔，教训他是应该的。一个破手机2000多，你们家能赔得起吗？苏婉清抱着还在哭泣的儿子，看着田建磊得意洋洋的表情，看着田老爷子和李桂花理所当然的态度，心中的委屈和愤怒如火山爆发。他缓缓放下儿子，一步步走向田建磊。田建磊还在那里嘚瑟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。以后再敢乱动我的东西，就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了。苏婉清走到田建磊面前，声音冷得像冰：“建磊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给小宝道歉。”道歉？田建磊嗤笑一声：“他弄坏我东西，我还要给他道歉？”苏婉清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田老爷子也皱眉道：“婉清，建磊说的对，是小宝先弄坏东西的。”苏婉清没有再说话，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，他紧握拳头，
一拳重重地砸在田建磊脸上。田建磊完全没有防备，被打得鼻血直流，踉跄后退好几步，捂着鼻子愤怒地瞪着苏婉清：“你疯了，敢打我？”苏婉清冷冷地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问：“开心吗？”田老爷子和李桂花都傻眼了，他们从来没见过温顺的苏婉清会动手打人。苏婉清，你翻了天了！田老爷子猛地站起身，茶杯重重放在桌上。建磊是你小叔，你怎么敢打他？兄弟间打打闹闹很正常。爸，您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？苏婉清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温度。李桂花吓得脸色发白。婉清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？这要是传出去……田建磊擦掉鼻血，眼中闪过一丝恶毒的光芒。你这个泼妇，我告诉你，你完了！你敢打我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。说着，他掏出那部有裂纹的手机，愤怒地按下了一个号码。喂，东哥吗？我被人打了，就在我家里。对，我嫂子打的我。你现在就带人过来，我要让他知道惹我的下场。田老爷子听到这话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建磊，你叫了什么人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”田建磊恶狠狠地瞪着苏婉清：“敢打我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！”李桂花吓得腿都软了。建磊，你怎么能叫那些人来家里？10分钟后，院门传来了粗暴的撞击声，几个脚步声由远及近，每一步都重重地踩在苏婉清的心上。院门被人用力推开，几个穿着花哨的年轻人走了进来。为首的男人脖子上纹着一条狰狞的蛇，光着膀子，一看就不是善茬。田建磊立刻迎了上去：“东哥，你来了！就是他，就是这个泼妇打的我。”纹身男人李东扫视着屋里的情况，目光在田老爷子、李桂花身上停留了一下，最后落在抱着儿子的苏婉清身上。田小宝被这些凶神恶煞的人吓坏了，紧紧抱着妈妈，脸上的巴掌印还清晰可见。李东缓缓走进院子，身后跟着3个小弟，他的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，最后停在苏婉清怀里的小宝身上。雷子，谁打你了？李东的声音很低沉。田建磊立刻指着苏婉清：“东哥，就是他，这个泼妇打了我一拳，你看我这鼻子都出血了。”李东点点头，走向苏婉清。田老爷子和李桂花吓得往后退了几步，生怕惹祸上身。嫂子，你确实挺有胆量的。李东站在苏婉清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苏婉清抱紧儿子，虽然害怕，但还是挺直了腰板。是我打的，有什么冲我来？妈妈，小宝被吓得瑟瑟发抖，紧紧抱着妈妈的脖子。李东注意到了小宝脸上清晰的巴掌印，眉头微微皱了皱。小朋友，你脸上这是怎么了？田建磊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东哥，这小兔崽子弄坏我手机，我教训了他一下，就是因为这事，我嫂子才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空气中突然凝结出一种令人窒息的静默。李东缓缓转过身，眼中闪过一丝从未见过的冰冷。下一秒，啪的一声脆响在整个房间里炸开，一巴掌重重扇在田建磊脸上，力道大的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啪！声音比刚才苏婉清打田建磊的声音还要响亮。田建磊被打懵了，捂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李东：“东哥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打你，我恨不得弄死你。”李东的脸色阴沉的可怕。20岁的人了，跟4岁小孩过不去，你还是个人吗？田老爷子和李桂花都傻眼了，他们万万没想到田建磊叫来的人不是来帮他的，反而打了他。田建磊还想辩解：“东哥，你听我解释，
是他先。解释什么？李东又给了田建磊一巴掌。我最恨的就是欺负小孩的垃圾。你知道我小时候被我后爸怎么折磨的吗？李东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的回忆。他7岁的时候，母亲改嫁，继父经常喝酒打他，有时候为了一点小事就拳打脚踢，那种恐惧和无助，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。所以尽管他在社会上混，但最见不得有人欺负小孩。东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田建磊看到李东发怒，吓得腿都软了。错了，现在知道错了。李东冷笑：磊子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还欠我钱？田建磊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东哥，我说话！李东大吼一声：我欠15万。田建磊的声音小得像蚊子。田老爷子听到这个数字，差点没站稳。15万？建磊，你哪里欠了这么多钱？李东冷冷地看着田老爷子：老头，你儿子没告诉你，他跟我们赌博，输了15万。什么？李桂花尖叫一声：建磊，你怎么能去赌博？田建磊低着头不敢说话。李东继续说道：本来我今天是来要债的，但看到这个情况，我改主意了。他蹲下身，温和地对小宝说：小朋友，叔叔不是坏人，你别怕。然后他站起身，看着田建磊：磊子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。第一，把钱还清，我们两清；第二，我把你带走，慢慢跟你算这笔账。田建磊吓得直哆嗦：东哥，我真的没钱，家里也拿不出这么多钱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李东向手下使了个眼色，把他带走。等等！苏婉清突然开口，所有人都看向他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：这15万我出。田老爷子震惊地看着他：婉清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志远这些年在外打工的钱，除了必要的生活费，我都存了起来。苏婉清平静地说道。什么？李桂花不敢相信。你私自存钱？这是我们的钱，我有权决定怎么用。苏婉清毫不示弱。田老爷子急忙说道：婉清，你愿意拿钱就建磊，我们全家都感激你，别急着感激。苏婉清冷冷地说道：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田老爷子小心翼翼地问。从今以后，田建磊不许再回这个家，要么他走，要么我带着小宝走。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让在场的每个人都震惊了。田老爷子颤抖着说：婉清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建磊是我儿子，他也是我儿子的叔叔，但你看看他做了什么。苏婉清指着小宝脸上的巴掌印，一个20岁的大人对4岁的孩子下这么重的手，这样的人留在家里，我怎么放心？李桂花也在一旁哭诉：婉清，建磊年轻不懂事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懂事。苏婉清冷笑：20岁还不懂事，那什么时候才懂事？30岁、40岁。田建磊这时候也慌了：嫂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欺负小宝了，求你原谅我这一次。原谅？苏婉清看着田建磊：你觉得一句道歉就能抹掉你对小宝的伤害吗？你知道他现在有多害怕你吗？小宝确实很害怕，一直紧紧抱着妈妈，不敢看田建磊一眼。李东在一旁看着这一切，没有插话。虽然他是来要债的，但这种家庭矛盾他不太好参与。田老爷子痛苦地说：婉清，建磊是我老来得子，你让我怎么舍得？那您的选择就是放弃小宝了？苏婉清反问道。田老爷子被问得哑口无言。这时候李东开口了：行了，你们慢慢商量，我只要我的钱，其他的事情我不管。给你们1个小时时间考虑，1个小时后，要么给钱，
要么我把雷子带走。”说完，他带着手下站在院子里等待。屋里陷入了沉默。过了很久，田老爷子开口了：“婉清，如果我同意你的条件，建磊以后真的不能回家了吗？”“不能。”苏婉清的态度很坚决。“如果他回来，我就带着小宝离开。可是他是我儿子啊！”田老爷子痛苦地说道。“小宝也是您的孙子。”苏婉清提醒道。田老爷子看了看田建磊，又看了看小宝，内心在做着痛苦的挣扎。田建磊这时候突然说道：“爸，要不你让我走吧，反正我在家里也是个废物，不如出去闯闯。”这话倒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田老爷子惊讶地看着小儿子：“建磊，你说什么？”“我说的是实话。”田建磊苦笑着说道：“我20岁了，还在家里啃老，连个4岁的孩子都要欺负，我确实挺没用的。”李桂花哭着说：“建磊，你别这么说自己。”“妈，我没有自怨自艾，我只是觉得，也许换个环境对我来说是好事。”田建磊看向苏婉清：“嫂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这些年确实太混蛋了，总是欺负小宝，还让你们担心。”苏婉清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田建磊继续说道：“你愿意拿钱救我，我很感激，但我不能继续在这个家里混日子了，我会离开的，不用你赶。”“建磊！”田老爷子眼中含泪：“爸，您别难过，我会在外面好好生活的，等哪天我真正成熟了，能对得起这个家了，我再回来看您。”李东在外面听到这些话，不由得对田建磊刮目相看。虽然这小子之前很混蛋，但现在的觉悟倒是不错。苏婉清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道：“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也不是不讲情面的人，钱我可以出，但你必须离开这个家。什么时候你真的改好了，什么时候再说回来的事。”田老爷子痛苦地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同意。”李桂花还想说什么，但被田老爷子制止了。“够了，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。”苏婉清抱着儿子回到房间，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铁盒子。这些年他辛辛苦苦攒的钱，本来是想给小宝将来上学用的，现在却要用来给田建磊还债。但他不后悔，只要能保护好儿子，让他不再受到欺负，花这些钱是值得的。半个小时后，苏婉清拿着钱出来了，整整15万现金，厚厚的一叠。李东清点了一遍，确认无误后，对田建磊说：“磊子，债务清了，但我劝你一句，以后别再赌了，这东西害人害己。”田建磊点点头：“东哥，我记住了。”李东带着手下离开了，院子里又恢复了安静，但气氛却比之前更加沉重。田建磊开始收拾东西，他的东西不多，就几件衣服和一些生活用品。收拾好后，他来到客厅，对田老爷子和李桂花说：“爸妈，我走了。”李桂花哭得不行：“建磊，你要去哪里？”“我先去县城找工作，有了稳定收入再说其他的。”田建磊说道。田老爷子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：“这些钱你拿着，路上用。”田建磊接过钱，眼眶有些湿润：“爸，您保重身体。”然后他走到苏婉清面前：“嫂子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我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小宝。”苏婉清没有说话，只是抱紧了儿子。田建磊最后看了一眼小宝，轻声说道：“小宝，叔叔以前对你不好，叔叔向你道歉，希望你能健康快乐地长大。”说完，他背起包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。田老爷子和李桂花送到门口，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，两人都哭了。这一夜，田家的每个人都睡得不好。第二天早上，田小宝醒来后，怯怯地问妈妈：“妈妈，叔叔不回来了吗？”
是的，叔叔不回来了。苏婉清温和地说道。那叔叔去哪里了？叔叔去远方工作了。小宝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然后问妈妈，我以后还能玩积木吗？当然可以，宝贝，你想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。小宝高兴地笑了，那是他很久以来第一次这么开心的笑容。1个月后，田志远回家了。当他听说家里发生的事情时，整个人都震惊了。什么？建磊走了，还欠了15万？田志远不敢相信。苏婉清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了丈夫。田志远听完后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婉清，你做得对，我这个当哥哥的确实太纵容他了，你不怪我花了那么多钱。苏婉清问道。怎么会？小宝是我们的儿子，保护他是应该的。田志远抱住妻子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田老爷子在一旁叹气，都是我不好，太惯着建磊了。爸，你也别太自责，建磊现在出去闯闯也好，说不定能让他真正成熟起来。田志远安慰道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田家确实安静了许多，没有了田建磊的捣乱，小宝变得更加活泼开朗了。他不再小心翼翼的生活，而是像个正常的孩子一样，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开心的玩耍。苏婉清看着儿子的变化，心里很欣慰。虽然花了15万块钱，但能换来儿子的健康成长，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值得的。田老爷子和李桂花对苏婉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。以前他们总觉得苏婉清是外人，现在却把她当成了真正的家人。特别是田老爷子开始主动帮苏婉清分担家务，照顾小宝。他似乎想用这种方式来弥补之前的过错。3个月后，田建磊打电话回家了。爸，我在县城找到工作了，在一家工厂上班。田建磊的声音听起来比以前成熟了许多。田老爷子激动得不行。建磊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钱花？爸，您别担心，我过得挺好的，工厂包吃包住，工资虽然不高，但够用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田老爷子眼眶湿润了。爸，我想跟嫂子说句话。苏婉清接过电话。建磊，你好吗？嫂子，我很好，我想对你说声谢谢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永远不会明白什么叫责任。你能想明白就好。小宝还好吗？他很好，现在每天都很开心。那就好。嫂子，等我攒够了钱，我会把那15万还给你的。不用了，那钱就当是给你的教训费。不，我一定会还的，这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。电话挂断后，苏婉清心里五味杂陈。田建磊确实在改变，这或许是这场风波唯一的好结果。又过了半年，田小宝终于上幼儿园了。田志远专门请假回来办这件事。他说，儿子的教育不能再耽误了。幼儿园里，小宝很快就适应了集体生活，他和小朋友们玩得很开心。老师也夸他聪明懂事。苏婉清每天送小宝上学，接小宝放学，看着儿子一天天进步，心里满足极了。有一天，小宝放学回家后，兴奋地对妈妈说：妈妈，老师今天教我们画画，我画了我们家。是吗？快给妈妈看看。小宝拿出一张画，上面画着一个房子，房子里有爸爸妈妈、爷爷、奶奶和他自己。宝贝，画得真好。苏婉清夸奖道。妈妈，我没有画叔叔。小宝突然说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叔叔不在我们家了。老师说，画画要画真实的东西。苏婉清看着儿子认真的表情，心里百感交集。是啊，现在的家才是真实的家，没有欺凌，没有委屈，只有温暖和爱。1年后，田建磊又打电话回家了，这次他的声音更加成熟稳重。爸，
我在县城买了房子，虽然不大，但是我自己的家了。田老爷子听了很高兴。建磊，你真的长大了。爸，我还有个消息要告诉您，我交了个女朋友，是工厂里的同事，她人很好，很善良。那太好了，什么时候带回来让我们看看？等合适的时候吧。爸，我想问问，嫂子和小宝还好吗？他们都很好，小宝现在上大班了，很聪明，老师都夸他。那就好。爸，我想跟嫂子说话。苏婉清接过电话。建磊，嫂子，我攒了5万块钱，想先还给你一部分。真的不用了。嫂子，你听我说，这1年多来，我想了很多。我以前确实太混蛋了，不仅欺负小宝，还让整个家庭不得安宁。你能容忍我那么久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苏婉清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建磊，你能想明白这些，说明你真的成熟了。是的，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责任，什么叫担当。工厂里有个师傅，他有个跟小宝差不多大的孙子，每次看到他跟孙子在一起的温馨画面，我就想起小宝，想起我以前对他做的那些事，心里就很愧疚。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嫂子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我真的改好了，还有机会见见小宝吗？我不是想回家，我只是想跟他道个歉，一个正式的道歉。苏婉清想了想，说道：等小宝再大一点，如果他愿意见你，我不会阻止。谢谢你，嫂子。又过了1年，田建磊结婚了，他给家里寄来了婚礼照片，照片上的他穿着整齐的西装，笑容很灿烂，身边的新娘看起来很温柔。田老爷子和李桂花看着照片，又高兴又难过。高兴的是儿子有了自己的家庭，难过的是不能参加儿子的婚礼。苏婉清看着照片，心里也有些感慨，人真的是会变的。那个曾经欺负小宝的田建磊，现在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大人了。小宝已经上小学了，学习成绩很好，性格也很开朗，他交了很多好朋友，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。有一天，小宝问妈妈：妈妈，为什么别的同学都有叔叔，我没有？苏婉清温和地说：宝贝，你是有叔叔的，只是叔叔在很远的地方工作，那叔叔什么时候回来？等你长大了，叔叔就回来了。我什么时候能长大？很快的，宝贝。这天晚上，苏婉清躺在床上，回想着这几年发生的一切，从田建磊的欺凌，到他的奋起反击，再到田建磊的离开和改变，每一步都是那么不容易。但他不后悔那一拳，正是那一拳，改变了整个家庭的格局，保护了儿子的童年，也成就了田建磊的成长。有时候，温顺和忍让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，该反击的时候就要反击，该坚持的时候就要坚持。他想起那天自己问田建磊的那句话：开心吗？现在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，不开心，但值得。为了保护儿子，为了守护这个家，那一拳打得值得。田小宝在隔壁房间里睡得很香甜，脸上带着安静的笑容，这样的笑容是苏婉清最大的安慰。窗外夜色正浓，但新的一天很快就要到来了。3年后的春节，田志远像往常一样回家过年，但这次他带回来一个消息：建磊托人给我带了个话，他想回来看看。田老爷子激动地站了起来：真的吗？他要回来了？不是回来住，只是想回来看看。他说他很想念家里，想念爸妈。李桂花也哭了。我就知道他还是想家的。田志远看向苏婉清：婉清，你觉得呢？苏婉清沉思了一会儿，说道：如果他只是回来看看，我没意见，但有个条件，小宝必须同意见他。小宝现在已经8岁了，
对以前的事情有些模糊的记忆，但不是很清楚。小宝，叔叔想回来看看爷爷奶奶，你愿意见见他吗？苏婉清问儿子。小宝想了想，说：叔叔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叔叔现在是好人了，那我愿意见见他。于是田建磊回来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。大年初二，田建磊回来了，他开着一辆不算豪华但很整洁的车，身边坐着他的妻子。5年不见，田建磊变化很大，他瘦了，也黑了，但精神状态很好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眼中有了以前没有的沉稳和成熟。爸妈，田建磊走下车，声音有些哽咽。田老爷子和李桂花早就等在门口，看到儿子的瞬间，3个人抱在一起哭了。建磊，你瘦了。李桂花心疼地摸着儿子的脸。妈，我过得挺好的。田建磊介绍身边的女人，这是我妻子小雅。小雅很礼貌地叫了声爸妈。田老爷子和李桂花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时苏婉清带着小宝从屋里走出来，田建磊看到小宝的瞬间，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。8岁的小宝已经长得很高了，眼神清澈干净，看起来很健康很快乐。小宝，这是叔叔。苏婉清温和地说道。小宝有些害羞，躲在妈妈身后，偷偷看着田建磊。田建磊蹲下身，和小宝平视。小宝，叔叔能跟你说句话吗？小宝点点头。小宝，叔叔以前对你很不好，叔叔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田建磊认真地说道。小宝眨眨眼睛，叔叔，我不记得了。田建磊苦笑一下，不记得也好，说明你现在很快乐。然后他站起身，对苏婉清深深鞠了一躬。嫂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那一拳，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人的底线。苏婉清平静地说，你能变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这次回家，田建磊只待了2天，他给田老爷子和李桂花买了很多礼物，给小宝也买了新书包和文具。临走前，他私下给苏婉清留了一个信封。嫂子，这是那15万，我说过会还给你的。苏婉清摇摇头，我说过不用还的。嫂子，你收下吧，我现在有能力承担自己的责任了，而且这钱你留着给小宝上学用，比我花掉强。苏婉清最终收下了钱。田建磊离开后，田家又恢复了平静，但这次的平静和以前不同，这次是真正的和谐。小宝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，性格也越来越开朗，他经常帮助同学，老师们都夸他有爱心。苏婉清看着儿子一天天成长，心里无比满足。那一拳打出的不仅是对欺凌的反击，更是对美好生活的争取。他现在明白了，有些时候妥协和忍让并不能换来尊重和和睦，该坚持原则的时候就要坚持，该保护家人的时候就要保护。那句开心吗？不仅是对田建磊的质问，也是对自己内心的拷问。现在他可以肯定地回答，很开心，因为他的儿子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健康成长，因为他用自己的勇气守护了这个家的和谐，也因为他证明了一个道理，爱不是无原则的纵容，而是有底线的守护。这就是苏婉清的故事，一个普通女人为了保护孩子而展现出的不普通的勇气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